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家来到特拉维夫旅游，为什么呢？有两个目的，一个是特拉维夫是一个很适合放松的城市，有很多我们耶路撒冷找不到的东西。那第二个理由呢，就是因为伊朗以色列战争已经停火了嘛，所以就可以带大家来看看现在特拉维夫的样子。那大家应该很好奇，我现在在哪里？这里是特拉维夫市政府，他们都有这种类似台湾的亲子馆。亲子馆里面有超级多小孩，那因为里面有很多家长，他们好像就是小孩都比舅舅小，然后舅舅的整体就是比人家快很多。然后我也不知道，就觉得说哦，原来我养舅舅已经养2年了，可以看得出来差异了。老板来啦，帮我加一点辣椒。OK，more。那这里呢，就是有那个防空洞，如果那个防空警报突然响的话，请往那里走，但是应该不会响啦。好，那带大家看看夏天特拉维夫的样子。这是这个托儿育儿中心的门口，然后有咖啡店。很多人坐在这里喝咖啡。特拉维夫的特色就是，不管什么时候来，都有一种悠闲感。然后黄色的旗子就是呼吁人质回来，然后有人质的海报。特拉维夫的大道中间常常会有这样子的咖啡店，就是很有一种悠闲的气氛啦。行人走一走，然后就喝咖啡。特拉维夫第二个特色就是滑板车很多，滑板车以色列特色。因为这边的地很平嘛，那第三个特色就是有海边。那我们这个方向一直走的话，就是海边。这里的海就是鼎鼎有名的地中海。那边是另一家咖啡店。上一次跟舅舅来的时候，就是在这家吃午餐。如果还没有看半年前拍的那个影片的话，可以点这里。特拉维夫的第4个特色就是遛狗的人很多，前面。还有那边也是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吃饭的地方，嗨舅舅，在泰国餐厅，这家好吃。那你决定要哪个了没有？我也觉得这个不错哎。原来你都在看人家动作。这家餐厅的生意跟之前都一样，非常好。我们只能坐在这里坐到2点，只剩1个小时，因为生意太好了。其实之前也是这样，我上次来特拉维夫，然后拍的影片，那个时候的上一个礼拜才有一个恐攻，就是有人对坐在街边的特拉维夫人开枪。那这种恐攻在以色列不常见。这也是为什么在路上你会看到带枪的人。其实带枪本身就是在嚇阻恐怖分子嘛。那如果真的有恐怖攻击的话，那带枪的人他就可以马上出手了，不一定要等到警察来。所以那一次的恐攻也是马上路人就冲出来，路人不是逃跑，路人是冲出来帮忙。然后今天这次也是啊，刚刚伊朗以色列才打完，然后人类就都回到街上。今天是6月30号，礼拜1，所以也已经过了5天了。这家餐厅不是 kosher 的，因为它有卖猪肉、鱼肉红咖喱。然后补充一下，特拉维夫其实不是以色列的首都，耶路撒冷才是。然后特拉维夫的人口也只有耶路撒冷的1半，大概是50万人而已。那为什么伊朗要打特拉维夫呢？主要是因为新创公司都在这边，然后各国的大使馆也都是设立在特拉维夫。那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被伊朗攻击到的痕迹，然后大家也都是很正常，除了今天好热以外。然后这里有看到一个有趣的乌克兰中心，它就是在讲述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发生的事情。这一区都蛮正常的。那因为伊朗的导弹也没有打到这个区域，所以没有什么
惊悚的画面可以给大家看。毕竟我不是新闻台，但是明天或者是今天晚上再找机会给大家看。就是在新闻上大家可能有看到特拉维夫被攻击的地方。这是我们今天住的旅馆，给大家开箱一下。古老的电梯，然后防空洞在这里的下面。它的防空洞放了好多杂物哦，好多台洗衣机、烘衣机，但是是坏的，没有空间呢。看起来可以躲，可能可以躲10个人吧。就是乖乖站着啦。但没有位置坐啦。我在这一区没有找到更便宜的。好，这里呢就是我们租的房间，它是顶楼加盖，在照片里面看起来很漂亮，而且最厉害的是，它有一个大阳台。而且从大阳台还可以看得到地中海，所以这个风景是蛮不错的。然后呢，它还有小小的吧台区，里面呢有这个电磁炉，还有这个微波炉，然后还有一些锅子啊、盘子啊，还有叉子这些的。所以就是好像还有一些不错的机能。那顶楼加盖它的格局就是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卧室，然后这里有厕所，还蛮大间的。但是毕竟这个房东他是租或者是买这个地方，为了要做就是观光客的生意嘛，所以它很多的细节真的是不能看，像是墙壁突然有个洞啊，或者是好几个洞啊。嗨，如何？还热吗？一点都不热啊，很凉快。那刚才很热。它的温差我觉得很大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个椅子没有脚哎。没脚吗？对呀，这个椅子会摔死哎，好恐怖哦。然后我们要出发去海滩了。现在的车蛮多的，可能是因为下班时间吧。我个人其实没有很喜欢夏天的时候在以色列，因为真的很热，然后以色列的那个房价又非常的贵。像是这一间旅馆，它双人房就至少1000 shekels， 大概美金300吧。在海边的饭店都是至少这个价格。暑假就是要玩水，但是真的很热，现在都快7点了，还这么热。这里就是我们之前来的海滩。然后上礼拜在打仗的时候呢，海滩是关闭的，很多的人。我们之前来的时候人没有这么多，现在就因为天气不冷，然后有很多学校也都放假了。我真的觉得这一集没什么精彩的画面，我看看可不可以补一些帅哥的照片，不是照片，影片给大家。帅哥经过，帅哥经过，帅哥经过。这里市政府有说，食物饮料的价格都是公定价哦，是固定的。椅子啊这些的也都是公定价。他去不知道哪里挖沙，我说在这里挖沙就可以，他就一定要找有人的地方，为了气氛。嗨，啾啾，如何？开 ，nice。还好吧。它往上了。什么意思？要来了吗？These days are running slow,
Sunsets and shores far from home. Headlights and shining on the sea. No place on earth that I'd rather be. And I 太阳要下 could 山 try 喽。 to just follow the sun, but I'll never find this anywhere. 我回来的路上才看到，旁边就是摩洛哥大使馆哎，大使馆长的是这个样子，就在我们的旅馆旁边哎。其实不是大使馆，是办事处。因为带小孩还是蛮挑战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先回来旅馆，公寓，然后外带晚餐回来。这个楼梯很不适合小孩。太好了，这是很美的海景，然后这是两个很饿的小孩。我们今天晚上吃泡面配海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本来想吃的那家餐厅生意好到它不能够外带。耶！带泡面的人回来了。其实我找到另外一个这种哦， 4个，哇！如果是吃不够，我可能还不错啊，你买到新拉面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好料好料。以色列特色就是因为家具这些东西你可以放在外面，不一定要叫回收的人来，所以他们要淘汰的家具就会放路上啊，让需要的人来拿，或者是其他东西像这样子。我妈说她如果是在台湾看到，她就带回家了。我们又到海边喽。工作的人，工作的小孩。舅舅，你要做早餐给我吃吗？做早餐。好亮哦！有送面。耶，吃早餐。那特拉维夫的气氛就是很悠闲，虽然说今天是7月1号，离伊朗以色列战争也没有多久啦。然后我们目前也还没有特别去那个有被炸到的地方，这一区都没有被炸到，所以就很悠闲的行程，悠闲的画面给大家分享。好，舅舅你现在当老板，来做早餐给妈咪吃。这里有一个结束挖沙正在穿鞋的小孩。虽然说现在才9点多，但是特拉维夫很热，9点多就很热了，他已经满头汗了。他好像快掉了。看别人。就是那个，刚刚站在这里的人是拿一把枪吗？那我刚刚拍的时候，我是想要讲的说，这里的阳台好小，只可以站一个人。然后这里有，就是刚刚昨天说的摩洛哥大使馆，然后我们住的是旁边这一小节白色的建筑物。昨天睡觉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说，会不会突然响那个警铃？那还要跑下去它那个很多杂物的防空洞。那但是想一想，也不是没有可能啦，因为也门还是可能会丢导弹过来。但如果这样发生的话，就发生吧。好，我这一集要做一个美好的 ending， 因为刚刚泰国餐厅买不到午餐，所以就来吃炸鸡了。到特拉维夫特地吃炸鸡，但是呢，这里还可以吃海景。哒哒，还有妈妈，然后小孩在旅馆睡觉。好，来问一下妈妈。妈妈觉得这里的天气有没有很黏呢？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海岛型的气温，还有湿度。我觉得坐在这地方就感觉好像就坐在那个台湾的海边一样，很对，有家乡味。对，怎么跟耶路撒冷差这么多？好，不是要问你的是，你觉得这里有打仗的痕迹吗？痕迹。我觉得有没有打仗啊？对以色列百姓来讲，对他的生活的落差不大。我觉得这个民族他们对于战争
的这种抗压力已经深植在他们的 DNA 里面了，也深植在我 DNA 里了。所以就是把它切割开来，打仗要打，对日子要过，对也是把自己的情绪做了一些切割房间的切割。嗯对于亲人的受难，跟我现在要面对生活，他也是切割。所以你在外在看，你看不出他情绪里面有什么样的需求变化，对除非你跟他是同一族群，站在同一个生活环境，面对同样的悲伤，那他才有可能打开。要不然这个民族他已经几千年的伤痛，他知道他得不到同情，他也不会去期待别人对他的灾难有任何的同情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学习的是自己舔伤口，自己愈合，自己站起来，自己为自己的生存奋斗。我觉得这个是民族的一个特色。谢谢妈妈提升那个本频道影片的质量，不然我拍一些吃吃喝喝的，好像是蛮无聊的。我的烤鸡好了，炸鸡好了。所以呢，就大概是这样子。我们等一下会去拍真的炸到的地方，希望可以找到，然后给大家看以色列面临的现况，就是做一个记录啦，让大家知道真的有这件事情的发生。OK 啦，那就期待下一个影片，大家拜拜。